不好了，太夫人，姨娘昏倒了。快说什么事？姨娘自觉罪孽深重，这些天一直在佛堂为忠哥祈福，为表诚心，她一直绝食不眠，只求观音大士可以保佑忠哥。也真是难为莲房了，一直在为忠哥祈祷祈福。你快起来吧，去照顾姨娘。是。侯爷，你看看，这莲房为了忠哥诚心祈祷，都绝食伤身了。你是不是该去看看他？希望他能担得起母亲这份疼爱。快去看看吧。太医都说了，忠哥的病跟莲房没关系。姨娘，侯爷来看你了。快点扶我起来梳妆。给侯爷请安。你身子不好，就不用讲这些虚礼了。没事。多谢侯爷。这几天，你一直为忠哥祈祷，辛苦了。只要能让忠哥康复，为侯爷分忧，莲房不辛苦。若是绝食祈祷就能治病，那要大夫做什么？侯爷可是还在怪我。若我知道送小狗会惹得忠哥生病，我是断然不会把小狗送给忠哥的。这件事情是我错了，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，只要侯爷能够原谅我。四表哥，忠哥既已无事，此事便到此为止，我不会再追究。但母亲一直很相信你，这么多年一直将你视如己出，不要再让她伤心难过。你可明白？多谢侯爷信任莲房。你好自为之。刘妈妈去哪儿了？他用人不当，对夫人不敬，我将他赶出去了。听说他回乡下老家了。乡下老家，他哪里人？听说是山东那边的，具体是哪我也不知。姨娘，您看，侯爷还是心疼您的吧？一听说您晕倒了，就赶快过来看你。张妈妈，侯爷突然问起刘妈妈，你说她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了？姨娘，你可别自己吓自己啊！刘妈妈收了我们那么多钱，早就离开京师了，连我都不知道她的行踪。姨娘，你放心，这个事儿谁都不会知道的。或许是我多心了吧。侯爷，侯爷这下放心了。希望经此一事，忠哥能坚强起来，不要像以前那般软弱。要我说，做侯爷的孩子真是天下第一苦差事。此言有误。何物之有啊？那顶多是第二苦差。嗯，那第一苦差是什么？
当本侯的副将。侯爷，我错了。叫你查的事怎么样了？查了，是西山别院的刘妈妈借库房送货之由，把狗放进了箱子里，送给了乔姨娘。这尊哥一病，府里来了条狗，却走了个刘妈妈，当真是巧得很。侯爷是觉得令尊哥得病的狗是刘妈妈送给乔姨娘的，尊哥的病并非意外。这件事尚不能下定论，不管这狗是不是刘妈妈相送，都不能证明乔姨娘早知狗身上的病邪对尊哥有害。所以刘妈妈是这件事的重要证人，但她此刻却下落不明。侯爷放心，就算她躲到天涯海角，我一定能把她找回来。侯爷，这次尊哥生病，你可得好好感谢一个人。要不是夫人心细如尘，找到病源，尊哥可能真的就危险了。一只鸡，二会飞，三个铜板买来的，四川带来的，五颜六色的。这尊哥脱险，夫人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这段时间夫人太辛苦了，可得好好休息一下才是。但是太夫人还是太偏心了。夫人，这个力道如何？力道刚好，很舒服。就算之前小狗之事是乔姨娘无心之失，那后来夫人被劫持一事呢？现在刘妈妈和2个护卫都不见人影了，我就不相信与她无关。哎，你们想想，若我被劫持之时被人发现，名节尽毁，之后尊哥又死于选政，你们说，结果会如何？那徐家将同时失去正室和嫡子，在太夫人的偏爱下，乔姨娘背负上位是极有可能的。这么说来，这就是乔姨娘使的连环计呀！如此心思狠毒之人，如果她继续执掌钟馗，那夫人和尊哥都会有危险的。只可惜，我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。要什么证据啊？整个徐家除了他乔姨娘之外，还有谁想要害尊哥和夫人？树欲静而风不止，看来不能再一味的忍让了。那夫人打算怎么做？首先，不能再让他照顾尊哥。这今后要让11娘来教导尊哥，我不是不同意，我只是担心11娘年纪尚幼，又从来没带过孩子，在一些事情上会考虑不周的。这次尊哥能痊愈，多亏了11娘，而她也有办法让尊哥服帖听话，让她来照顾，最为合适。尊哥痊愈，他固然有功，但联防他们也帮了不少忙啊。帮忙，他不添乱就不错了。太夫人，莲芳也觉得侯爷说的有道理，尊哥毕竟是记在夫人名下的。母亲，11娘即是正室，也是元娘的妹妹。尊哥虽非她亲生，但总归是血亲，交给她来带也是名正言顺的。您总不能让尊哥一辈子没个母亲吧？唉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只是尊哥还得住在我这儿。这是自然的，母亲如此怜爱尊哥，是她的福气。